李承前只是朝空中的大雁射了一箭，可不料这一箭却给他惹了大祸。陛下，有箭射入宫中。谁在射箭？还不知道。回家。是。自从玄武门事变后，李世民还从未在宫殿内穿过铠甲。只见李世民手持长剑走到太极宫外查看情况。就连久卧病榻的长孙皇后也强撑着虚弱的身体跑了出去。李世民见此便赶忙让长孙皇后回去休息，不用担心。然而长孙皇后还是很不安，因为她也是玄武门事变的经历者，她深知宫中射箭事态的严重性。陛下，这么多年没看你穿盔甲了，这次你穿盔甲，我心里很不安呢。不等话说完，内侍高丽就着急忙慌地前来禀报：陛下，内中有太子箭矢。你说什么？李世民难以置信地看着印有太子字样的剑。难道儿子真想有样学样提前掌权吗？长孙皇后看后也是冷汗直流，险些晕倒在地。见此，李世民的心里更是愤怒，于是立即派出人去抓捕李承前。没多久，御林军就查到了箭矢的来源方向。看着大批御林军气势汹汹而来，太子的手下顿感大事不妙。太子，箭射入太极宫了，快跑！看着大批御林军赶来，李承前第一反应就是快跑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父皇如果知道此事，他会面对怎样的处罚。然而逃跑的过程中，李承前不小心腿撞到了树上，直接摔下马来。太子殿下在此！太子！但是只听命于皇帝的御林军哪管谁是谁，直接连拉带拽的将李承前拖到太极殿问罪。此时的李世民见到李承前怒不可遏：你为什么把箭射入宫禁中？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？回答我！回答我！盛怒之下的李世民由于与太子离得太远，全然没有注意到太子那血淋淋的腿上，而早已经察觉李承前异样的房玄龄刚要说明情况，就被李世民打断。你身为太子詹事，为什么管不住太子？陛下，闭嘴！禁闭太子。是陛下。就这样，太子一句解释的话都没说出来，就被御林军关押起来了。房玄龄还想要替李承前解释，然而气愤的李世民却压根就不给他说话的机会。辞去你的一切官职，退出宫阙。房玄龄走到太子李承前跪过的地方，看着满地鲜血，还想要解释，可他看见盛怒的李世民，他生怕自己再说一句，恐怕也要被流放了。此刻的他是多么想念魏征啊！而当所有人都走光时，李世民身旁不起眼的内侍这才开口为李世民解惑。听说太子是设宴，同时许愿，若射中，则皇后的病会好，所以流矢误入宫中。虽然侍卫说明了缘由，但此时心烦意乱的李世民根本听不进去任何话。直到李世民看到2名太监在擦拭地板，这才缓缓地询问起来：你们在那干什么？是太子受伤留下的血迹。受伤？太子坠马受伤了。听到这里，世民这才反应过来，刚刚太子一直在痛苦地哀嚎着，只不过当时自己并没有在意。如今看到抹布上沾满儿子的血迹后，这位父亲才从盛怒中醒悟过来。但是由于错过最佳治疗时间，加上在心理身体的双重打击下，李承前也就此落下了残疾，因而他也从此性情大变。而另一边的魏征突然向李二辞官，打算退居2线。原来是魏征因没日没夜的操劳政务，这让他的视力逐渐衰退，双眼都已经看不清奏书上的字迹了，这也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效率。你眼睛都这样了，你就别看了，你休息一会儿不行啊？我跟你说话呢。然而一心为国的魏征还是不舍得放下奏书。虽说李世民多次遣宫中御医前来诊治，可奈何药石无功，病情仍旧未见转机。毕竟在那个年代，这就是不治之症。无奈之下的魏征便找到李世民提出了辞职。虽然他儿子可以替他看书写字，但呈送李世民的奏章里涉及到国家机密，还是不能让儿子知道的，所以他只能申请提前退休。御医也治不好吗？御医保的是平安，他们治起来是温吞水，唯恐有责任，难怪他们了。魏郡王看病好了无大功，坏了要砍头，民间都以为他们是神医，我看呢庸医。李世民也真是服了，这老魏头都这么久过去了，还是改不了怼人的臭毛病，就连自己的贴身御医都不放过。于是李世民好心提醒魏征，你怼我可以，但你说御医就要小心了。医者手上一把刀，你在御医面前还是要小心。实在没办法呀，我来请求陛下准我退职，否则恐怕会耽误朝廷大事。要知道魏征虽然常常嘴无遮拦，直言不讳，总让李世民一度陷入尴尬，但他的谏言也确确实实对大唐的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。而在他的帮助下，李世民成功将天下政务管理得更加有序。因此在李世民心里当然舍不得魏征就这样离开，于是李二打算授予魏征特进，做个散官，不负责具体事务，但有什么谏言可以随时上奏。虽然是散官，可别忘了责任啊。
谢陛下，臣不敢忘记。听说太子的脚疾还没好，是御医耽误的吧？一听这话，李世民都有些后悔刚才的许诺，真应该让你辞官回家。又听说陛下对待魏王不太一样啊，朝廷有些议论啊。虽然魏征的眼睛看不清楚，但他那张嘴依然锋利无比。李世民面对魏征的追问，只好有些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四儿子一直喜欢读书，我去关心一下怎么了？”面对李世民的搪塞，魏征当即就要上课，可李二不耐烦，直接说自己累了，让魏征赶紧回去养病去吧。无奈的魏征也只好转身拂袖离去。等魏征走后，御史大夫韦挺和全万骑前来禀告，说即便在沧州不仅率先完成义仓的建设，还发掘了有利于百姓的水利工程。李世民听后十分高兴，他不由得感叹：这天下的刺史如果都和席便一样，那天下何愁不治啊！眼见太宗皇帝圣心大悦，全万骑便想再献良策，让这位陛下更高兴些。陛下还有一件大大的好事。大大的好事，朕听听。他表示宣州、饶州发现大量铜矿，这些铜矿若是都铸成铜钱，陛下的钱包就又要鼓起来了。怎料此话一出，却让李世民十分生气。朕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此话一出，全万骑心中一颤，自己本想借此事邀功，结果却让李世民十分不悦。对于这种整天想着搞钱和增加税收的大臣，李世民是非常反感。百姓钱多了不是坏事，皇帝钱多了不是什么好事。你看看东汉灵帝刘宏大肆的敛财，你是不是把朕当成刘宏了？臣不敢。朕告诉你，朕缺的不是钱，朕缺的是逆耳的忠言。每年的收入数百万贯，不如每年多一位优秀的人才。李世民对全万骑很是不屑，怒斥他做御史这么多年以来，不仅从来没有斥责过那些不称职的官员，而且更没有推荐过一个有用的人才，如今还大言不惭的要开矿敛财。是我的过失，请陛下恕罪，以后我会多进谏的。进谏？李世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结果李世民听到他要进谏更加来气。当初就是因为听信他的鬼话，致使自己错杀朝廷忠臣张运古，这件事一直让李世民耿耿于怀。你去问问方玄龄啊，他因为没有及时的阻止朕，到现在深深的内疚。你说朕能信你的吗？全万骑当场就懵逼了，这明明是一件好事，怎么自己一汇报反倒成了丢掉脑袋的麻烦事？他心里越想越慌乱。然而此刻他仍未意识到，站在他面前的并非一个庸碌无能的君主，而是名震天下的天可汗李世民。全万骑只能一个劲的求饶，而李世民看他越看越心烦。你的罪过朕不追究了，只是白养着你啊，可惜了那份俸禄。你把位子让出来，让给那些能给朕干实事的人。你走吧。多谢陛下不杀之恩。